公子，雨公子，公子羽，刚填好的手录，给你。下雪了，今年的冬天来得这么早。你真是白长了一副这么好的皮囊，又高又壮，舞刀弄剑的，却这么怕冷。你该收拾收拾回去了。怎么了？一大早就有客人了？别的客人可不像你这样，花了钱，却自己一个人睡在偏榻上。我当然知道，你只有不开心的时候，才会来我这里。古人说五音疗疾，听你弹琴，烦心事好像就都没了。今天是宫门迎娶新娘的日子，你快回去吧，不然你爹又该骂你了。每个脚印的距离和朝向都非常精准，你踩着脚印行走，就能锁死步态。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练这种无用的东西？为了让你看起来更像名门闺秀。这次的选婚是为宫门少主宫焕宇准备，他是宫门下一任执刃的继承人。那我是谁？出身名门山谷，但家道中落，被迫向宫家寻求庇护的云家独生女云为山。所以你的言行举止、步态仪容，都必须符合大家闺秀的身份。手低了，你一定要竭尽所能，让宫焕宇选中你作为新娘。但我有一个问题，怎么能保证宫焕宇一定会选我呢？宫氏家族选择新娘和一般的选亲标准有所不同。江湖门派一般都是强强联姻，以此来拓展江湖中的势力，但宫家选亲却从来不贪图女方在江湖中的势力。对于宫家来说，任何门派他们都看不上眼。那宫门最看重什么？因为某种原因，宫氏家族人丁稀少，香火不旺，因此维系血脉就成为了他们的最高共识。新娘是否健康，能不能为宫家绵延子嗣，在宫家眼里就比美貌和家世来得更加重要。所以在选亲之前，都会有专门的大夫为所有的新娘切脉问诊。这碗汤药可以强健你的体魄。如果宫焕宇没有选我做新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任务失败？至少失败了一大半吧。那失败后的撤出方式是什么？没有撤出方式，失败了就是死，要么被宫家杀死，要么被吴峰杀死，都一样。不一样，死在宫门手里没那么痛苦。算过关了吗？还有什么要学的？有。还有什么？
不用学。记住，你叫云为山，从小出生在离溪镇。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会发生什么？寒鸦寺，明天就是宫门开放山谷迎娶新娘之日。之前交代的任务，你可有准备妥当？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此次派出的巫风，名叫云为山，位阶乃魑魅魍魉中的最下阶，魑阶。寒鸦七，在。你负责前往资料中公家的前哨据点，把有一个无风卧底隐藏在新娘中这个信息泄露出去，并且你还要确保他们顺利把这个信息带回宫家。谁知道呢？毕竟我也没有进入过宫门，里面的一切都是谜。这个谜底就靠你解开了。如果我完成任务，你完成任务，我一定会给你半月之影的解药。和你想要的自由。知道了。记住我说的话，无论如何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你叫云为山，来自离溪镇，一会儿会有公家的人来接你。快去告诉幻少，新娘里有一个无风刺客。这可是百草翠，要比人命重要吗？赶紧把他送回医馆，去找宫元稹，看看有没有办法解毒。好，但新娘中潜伏了一名无风刺客，这么严重的事得先告诉执刃吧。不行，还不能让父亲知道。吴风在江湖作恶多端，父亲向来憎恶。要是让父亲知道这新娘队伍中藏有无风刺客，那所有新娘都得遭难。那怎么办？总得说吧。我去找我哥，他一定有办法。你赶紧找宫元稹。人已经送到了。是的，已经顺利进入旧城山谷。寒鸦七，回首领已经按照命令袭击了宫门山谷外的前哨据点，而且也故意把新娘中藏有刺客的信息透露给了据点的人。那他是否有怀疑呢？药铺老板和我们推测的一样，用看起来像是服毒自尽的方式诈死。为了让他相信我们是真的要杀人灭口，我已经按计划用那柄特殊打造的短剑扎进了药铺老板的胸口，看似致命，实际上避开了要害，不会伤及性命。药铺任务中，我们也特意留下了他们的快语。不出差错的话，他已经骑着马回到宫门报信了。公子，
少主正在。啊！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父亲大人，哥，叫知恩和少主。知恩，少主。子玉，你受伤了，你手上有血。我刚回来路上救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前哨据点的人，这是他的血。他还跟我说，说什么？他说这具进入峡谷的新娘里，潜伏进来一个无锋的刺客。子玉，你可知你这句话的分量？我知道，所以我立刻来找哥。来找少主。那他有没有说是谁伤了他？目的是什么？那新娘中有刺客的消息是从何而来？我还没来得及问他。那个受伤的侍卫现在在哪儿？医馆。刀刃虽薄，但淬有剧毒，不幸2个时辰之后发作。按照那匹快马的速度来说，应该刚好够他抵达九山山谷，所以他只能来得及留下他那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息。新娘里有一个无锋的刺客。随后断气，公家也就无从继续追问细节。将死之人，其言必真。没人会怀疑一个死人的临终之言。很好，现在确实可以称得上很好了。禀告知，已经死了。必须要把潜伏在新娘中的无锋刺客找出来。哥，这么多新娘，你可有线索？不然该怎么找啊？不许冒险，全部处死即可。请恕属下愚钝。岳维山虽然是最下阶的吃级，但属下也精心训练数年，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和心血。这样主动暴露他的身份，属下不明白。孤爪难鸣，狼行趁手。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会把风险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由我负责训练的其中一个无锋，也在今天以新娘子的身份进入了山谷之中，而且我觉得他成功的概率要大一些。毕竟她是妹。在今天找出这个无锋，一个无锋死了，另一个无锋才会更加安全。宫门一族一向小心谨慎，如果为了万无一失，将新娘全部杀掉，那我们的计划不就前功尽弃了吗？那倒不至于，宫门又不是无锋。父亲，父亲，为了一个刺客杀掉所有新娘，这么滥杀无辜，我们和无锋有什么区别？父亲，那个刺客潜入宫门，就是为了刺杀我宫氏一族。你竟然认为杀人者无辜？那其余新娘呢？又不是每一个都是刺客。我一生闯荡，冒险无数，但绝不会拿自己亲人的性命去冒险，哪怕只有1/10,000,000的危险，也绝不允许。那先把所有新娘关起来，找出刺客不就行了？如果所有新娘再进入宫门就一夜惨死，
那让江湖上的人怎么看待宫家？江湖，现在的江湖早因恐惧吴风的威胁而变得正邪不分。我宫氏一族之所以没有屈服，还能独善其身，正是因为平日我行事谨慎。你先回去，我等会儿来找你。金凡，你跟我走。
别摸了，剑都是钝剑，打中了我们的穴位，让我们昏迷了而已。记住我说的话，无论如何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你叫云为山，来自离西镇。你欲言又止，想说什么？为什么重复提醒我咬死自己的身份？以我对吴峰的了解，送进去的新娘应该不止你一个，应该还有别的吴峰。你们公家就是这么对待嫁进山谷来的新娘的吗？当初下聘娶亲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现在我刚离开家几个时辰，就被关在这又臭又破的地牢里，太荒谬了！我爹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你们。少主，父亲不在，就我们俩，就别难为你自己了。哥，到底什么情况？父亲的脾气，到底怎么说，哥？不会死的，但也不好活。又要有毒。宫元直最近研究了一种新药，估计明天就会有。弟弟，我知道你心软，但总得找出刺客是谁吧？这宫元直的毒谁扛得住啊？跟严刑拷打有什么区别？到时候肯定有人屈打成招，或者胡乱栽赃。那还是有区别的。严刑拷打会留下疤痕，新娘子嘛，还是漂漂亮亮的比较好。你不是最喜欢皮肤好的女孩子吗？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不行，我要找父亲再问问。胡闹！现在什么时辰了？父亲已经睡下了。你呀，已经到了婚娶之年了，还这么莽撞，也该成熟一点了吧？宫门的事务，你也最好减少参与一些。我才不要参与呢。你呀，这句话只准在我面前说，在父亲和其他人面前，你可不准提。我凭什么不能提啊？这父亲本来就没打算让我参与宫门事务，而且大家也从来不认为我是宫家血脉。前几日，北边送来了一条野貂，我让人赶制成了一件厚斗篷。最近山谷里夜露重了，你从小体寒畏冷，若是晚上出门，就把它披上。哥，那这新娘的话题就到此结束，我要睡了。怎么样？少主怎么说？明天要给所有新娘用毒，宫元直的毒。如果是宫元直的毒，那一定能逼问出刺客是谁了。不行，太残忍了。那怎么办？总比都杀了好吧？还记得去年父亲禁足我1个月，你为了帮我逃出去，而发现了废弃暗道吗？你疯了！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于公子，您怎么来了？少主让我把这些姑娘带去止宫，交给宫元直试药。这么晚了还去试药？放肆！早不早，晚不晚，难道你说了算？属下不敢。
只是少主派下人过来通知一声便是，何必还劳烦宇公子您亲自过来？你这话的意思是少主把我当成下人了？公子息怒，属下该死。哎，行了，金城尉，我先进去了。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公子，这到底是怎么了？李文忠关注了一个无风刺客。无风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无风是称霸江湖几十年的杀手组织，谁敢反抗他们，必遭灭顶之灾。很多门派都已经归顺无风，我有宫门可以与之抗衡，所以我爹才把我送到这里来选亲。说这里是无风唯一无法抗争的安宁之处。没错，无风残暴无道。执任大人得知你们中藏入了无风细作之后，为了保护公家万全，决定将你们全部处死。这怎么会这样？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们跟我走，我放你们出去。他们刚才喊你宇公子，你是宇公的少爷，执任的儿子。你爹要害我，你却要救我，这么好心，我才不信。我不是执任，也不是少主，所以才怜香惜玉。你们要不要跟我走，自己决定。我跟你走，我要回去见我爹爹。多谢宇公子。过来，外面有少主的人接应，你们不必跟过来了。进去牢房里面，仔细的把每一间牢房搜查清楚，看看有没有什么异样物品，比如他们藏起来的暗器之类的。是。少主，少主，禀报少主，宇公子把新娘带出了地牢，现在正在朝宫门外走去。姑娘，这是做什么？宫门四处都是岗哨，你再往前走会被乱箭射死的。我不信你的话。那你走吧，我倒想看看你变成刺猬的样子。我是不信，
你是真心要带我们出去？我哪里看起来不真心了？停船靠岸之时，我抬眼就看见了高塔。我记得高塔分明就是在城门附近，但现在我们却离城门越来越远了。你疑心这么重啊？母亲告诉我，进入山谷之后，就不要相信任何人。更何况，于公子，你违背父亲之令，放我们出去，本就很奇怪。要这么说，姑娘从进入宫门就开始记忆灯塔的位置，不也很奇怪吗？谁在那儿？我没去。雨公子，这么晚了，雨公子这是？子商姐姐的脸被小虫子叮了几处，有些红肿破皮，她心情郁闷，让我陪她出来散散步。原来是大小姐，夜宫门全方位警戒，还请不要到处走动，早些回房休息。好的，退下吧，我们这就回去。是。现在信我了吗？我若不是真心想送你们出去，我刚刚就可以把你送给守卫。你若还不信我，那你就继续往前走，然后变成刺猬。真想出去，跟我走。到底在等什么？你跑哪儿去了？我一回头，你人不见了，真是乱来。这里面可是有刺客在，万一你想多了。无风刺客好不容易卧底进来，怎么可能是来杀我的？而且，杀我这么一个游手好闲之人而暴露自己，无风傻吗？你这么不小心很容易。走。这条密道通往旧城山谷之外，但里面机关重重，你们自己小心。公子羽，你不是送人给我试药吗？怎么送到这儿来了？我奉少主之命行事，不需要跟你交代。是奉命行事，还是假传指令？自己心里有数。快走！
最有名的纨绔只会牌局，那就让我陪你演得更逼真些。这搞错！我没搞错，我只是将错就错而已。公云池，他们可都是淡血新娘，你这么做也太不计后果了。果然是最怜香惜玉的雨公子，可他们中混进了无风细作，就应该全部处死。他们已经中毒，没有我的解药，就乖乖等死吧。真的会死吗？我害怕，你救救我！我不会死在这里吧？我不要，我还不想死。啊！干什么？恭喜你啊，设局成功，虫子进坑了。拿解药来救他的命，你可以试试，是你先死，还是他先死？你在说什么？带走。原址地点，你莽撞了。少主，我也是为了救子羽哥哥心切，膝下穴位连通手肘，手肘发麻的情况下，子羽哥哥应该安然无事的。而且，子羽哥哥设局心切，我不能白费了他的苦心。这不是抓到了吗？胡说！你刚才明明对我下了杀手。原址地点，下一次不要这么鲁莽。是，少主。有人来过了。魑魅魍魉，听说你们无风的刺客就分为这4个等级。就你的能力和身手而言，估计是最低的魑吧。这么好的机会，竟然就派了一个魑，派你来送死吗？我们无风的人不怕死。哦，是，很多人都不怕死，但那只是因为，有时候，活着比死可怕多了。你
就是他们口中善用毒的公园之吧？我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喝你的毒酒。这杯毒酒不需要你喝，也可以的。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我愿意帮你做任何的事。我要你帮我保护一个人。把香炉拿进去给新娘。是。哎，我的小少爷，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就来看看。胡言乱语！这里是女客院落，看什么看？要看去万花楼看。哎，就是。哎，少爷，快去门口守着，别让人发现小少爷来这里了，不然他麻烦大了。是。我麻烦就更大了。雨公子，雨公子，他来干什么？他怎么过来了？你等一下。于公子，昨晚多谢于公子。不要叫我雨公子，叫我公子羽。不好笑吗？我叫云为山，云朵的云，衣衫的衫。以云为山，真是个诗情画意的好妹子。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是来要这个面具的？这个面具上的色彩，并不是普通的釉彩或者色膏，而是有一层非常轻薄的釉，普通工匠难以烧制，应该是巧手名匠所造，价格不菲。我要是主人，弄丢了也会心疼的。倒是和价格没关系，主要是买不到了。工匠去世了。也可以这么说。你的毒解了吗？昨晚少主给所有人送来了解药，已经没事了。啊，于公子，
这药是白芷金草茶。我拿着吧，先退下。是。这白芷金草茶，昨晚入住的时候就已经喝过一碗了。说从外面来的人都得服用，以抵挡旧城山谷里的雾气毒瘴。怎么了，于公子？有何不妥吗？啊，没有不妥。这白芷金草茶是一定要服用的。这山谷深处遍布了奇珍异草，但剧毒之处也很多。山谷常年被毒瘴笼罩着，女子如果长时间待在山谷的话，怎么？就不太容易生育。上官小姐，请服下药茶。现在就要喝吗？现在喝，喝完我把药盏带回去。所以宫门才会从山谷外迎娶新娘。但你放心，这白芷金草茶正是为女子抵御毒瘴、养护身体所熬制。只是这碗药，这碗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里面掉进了几颗老鼠屎。你认真的吗？你猜？跑哪儿去了？我在这一直等你。你会不会太娇气了点？一点小伤也要喝药？这是白芷金草茶。你为什么要喝白芷金草茶？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有什么病也不会喝白芷金草茶。你自己闻闻看。这味道不对，有毒。还不确定，但肯定不是原来的白芷金草茶。谁下的手脚？还能是谁？整个山谷最会用毒的那个人，王远之。子宇，哥，去女客院落找云薇山姑娘了。哥，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我见她借了你那个面具，你那么宝贵的东西，一般女孩子家，你可舍不得给她。我是说，哥，你怎么知道她名字的？这次是我选亲，来的姑娘什么家世、什么性格、什么名字，我当然清楚了。放心，我不选云姑娘。哥，在说什么呢？哥，所以你们都知道这是个局，却不告诉我，让我傻傻的想当英雄。提早告诉你，就凭你的性子，能藏住什么事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你看看你自己，整日不务正事，只知道朝万花楼跑，从内到外，从头到尾，你哪一点哪一处值得我信任？
里又拿了什么？今日我发现，送往女客约了的白芷金草茶有问题，我怀疑是宫元芷擅自改了配方，让新娘试药。我确实换了配方。子玉，你可知白芷金草茶的功效是什么？抵御山谷内毒瘴。那你可有察觉毒瘴越来越重了？你整日游手好闲，公家事务都不曾过问，你自然是不会察觉。因为毒瘴日益严重，往日的汤药作用越来越小，我这才让宫元芷研究新的配方。你说他擅自？你以为所有公家子女都像你一样喜欢自作聪明，先斩后奏吗？启禀执人，绝公子已入山谷，马上就到宫门外。执人，我想去迎接哥哥，容我先行一步。嗯。你也退下吧，回去闭门思过。年纪也不小了，最好考虑清楚。如果还要继续做个无所事事的废人，你就没有必要待在宫家。我也没有很想待在宫家。你，子羽，你去哪儿？不要拦着他，让他走。真是连半句话都说不了。父亲，子羽他走得越远越好，最好别回来。今天晚上的婚宴也不要再出现。父亲，好了，还不快去准备选新娘的事情？待在这里做什么？去吧。是。无忌夫人。我刚见你小祖宗气匆匆的跑了，是他又惹执人生气了。还麻烦夫人劝解一下父亲吧。少主选亲这样大喜的日子，你怎么还能跟子玉脸红啊？他已经到了可以成婚的年纪，比不得小时候随你打骂，你多少还是要给他留点面子。这臭小子，小时候听教听训，长大了越来越反骨了。看到他，这心头火起。你说说，他每日这样无所事事，他哪儿还像我宫红玉的儿子啊？这话你就在我面前说说，可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尤其是宫尚爵和宫元芷两兄弟，你知道的，他心里最在意这个。要我说啊，他才最像你儿子，都是一个脾气，心里的真心话从来不愿意说出口，明明彼此关心，见了面却要嘴硬。听我一句劝，找个机会，好好的跟他把话说开了。你也一把年纪了，就退一步。我是他老子，要退，也得他退的才不成。行行行，他退，你先把这汤喝了。在选进大典之前，宫门会安排大夫对所有的新娘号脉问诊，评估体质，排查隐疾。然后会带体退
身姿进行评估。之后统一喝下调理身体的宫门秘药。一切评估结束之后，会发放3色令牌：金、玉、木。获得金色令牌的新娘，将在选亲大典上站在首排。所以云为山，你需要全力为自己争取到金牌。凭什么？凭什么？居然是木质令牌，好歹也给我一个白玉令牌。真羡慕你，少主大人肯定选你了。哪儿有？云姑娘也是金牌。以我对宫焕与少主大人的了解，他一定会选择你，不会选择江姑娘的。云姑娘，不要担心了。很了解少主大人，都是冲着少主来的，能不提前了解吗？你们也都别装了好吗？云姑娘，你也别担心，就算少主选了江姑娘，那也还有宫家的宫二先生。宫上爵年纪也到了，不会再等到下一次选亲。宫二先生的威望，可不比少主低。云姑娘肯定是要做少主夫人的，对吧？我无所谓，宫二先生人也很好。不可以哦。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宫二先生。
开门！我说开门，我要出去。于公子，今日少主大婚，所有岗哨城门都已经戒严了，知人有令，只能进，不能出。绝公子到！如果宫焕宇没有选我做新娘，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任务失败？失败了，就是死。若是我没被宫焕宇选中，那该如何？那就要靠你自己想办法了。相信你心灵手巧，一定会想到办法。所以云为山，你需要全力为自己争取到金牌。最好是唯一的金牌。夜里下了点霜，我怕你冻着，正想把窗户关上。马上大婚了，怎么还要出去？谁要出去啊？宫上爵，宫二先生。管他呢。方才梦到我娘了。那一定是个美梦。人们说，梦都是反的，越美的梦，醒来之后越难过。因为之所以是梦，就代表着得不到，或者已失去。现在的我，
只能在梦里见到我娘，所以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没什么区别。江姑娘也在。抱歉这么晚打扰，我有些睡不着，正好看到上官姑娘房间灯还亮着，就想来说说话。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那倒没有，我也是睡不着，就来找上官姑娘聊聊天。我还以为只有我睡不着，原来云微山姑娘也睡不着。白日里还没来得及恭喜江姑娘能够成为少主的新娘，真叫人羡慕。房间这熏香味道真好闻。这香名叫秋蝉眠，是我老家很有名的一味香料。江姑娘说她睡不着，所以我就点了这个，可以助眠安神。云姑娘要是也喜欢，我这里还有。上官姑娘大半夜的，非要让我尝尝他们家乡的老茶，我这觉怕是又睡不好了。不过也挺好，三个人聊聊天，也放松一下。你们刚才在聊什么？我怎么见江姑娘似是哭了的样子？我们在聊江姑娘的心上人。心上人？江姑娘在老家有位心上人，所以她并不想加入宫门。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她呢？云微山姑娘不爱喝茶，我夜里较浅，看着茶的颜色，应该是浓茶。这一杯喝下去，怕是要天亮才能入睡了。还是给江姑娘吧，你也不要太过忧愁，伤了身子。是啊，少主大人只是暂时选中了你，这婚宴未办，说不定还有变数呢。要是当时选的是云姑娘就好了。这送进宫门的新娘，真是哪有像江姑娘这样心思还在别处的。他们都说宫门好，能嫁进来便是福气。等明日雨宫来接走江姑娘，我们这些落选的，怕是要送出宫门，打道回府了。不会打道回府的。宫门选亲规矩，就算是没有被少主选中，也会让所有的待嫁新娘都有一个好人家作为去处。一来这些新娘
都是宫门在江湖中的盟友之女，不能伤了面子；二来是宫门小心谨慎，来了就尽量留下。以云姑娘和上官姑娘的明珠之姿，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归宿。希望如此。而且，宫上爵、宫二先生和公子羽、公四少爷，不都还没有婚配吗？所以两位姐姐不用担忧。江姑娘，你人真好。也祝江姑娘日后心想事成。喝完这杯茶，我也该休息了。我们也该休息了。全部从房间出来，清点人数。各位大人，你们是在找云微山姐姐吗？她在我房间休息呢。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因为云微山姐姐好像吃坏了肚子，满脸都是红疹子，她不想让别人看到，而且看起来特别吓人，她怕传染给别人。云微山姑娘，请把脸转过来。
说害怕传染，那为什么云微山姑娘不在自己房间休息，却要来你房间？为什么在我房间？是啊，我问你。连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上官家世代名医？俺们家的紫韵祛毒膏可是出了名的一件难求。云微山姑娘，请把被子掀开，让我检查一下。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吧！你们闯进闺房也就算了，现在还要掀被子，知不知道将来我们是你们谁的？得罪了。你们有完没完？家里根本不是受你们屈辱的，你们这些侍卫等着被砍手砍脚，花眼睛吗？属下冒犯了，请二位姑娘在屋内休息，在没得到任何通知之前，请不要外出。差不多了。把这个喝了，再耽搁9点，脸上就该留疤了。天地玄黄，魑魅魍魉，你也是魑，我是魅。子玉，我的副下，最近血，麻醉汤药。等等，子玉，你此刻或许还不清楚，赐这些密文意味着什么，你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但我必须告诉你，密文赐完，你便终身不能离开九尘山谷，往后余生只能居于此地，为宫门生，为宫门死。
是身为宫门职任所需背负的责任，懂吗？立刻将新执任继位的消息传给所有的前哨据点，昭告江湖。是。宫门帝亲一直服有你制作的白头罪，理应是百毒不侵，为何父兄中毒身亡？你们指公到底在干什么？住手！原旨，不可对执任无礼。执任？就他？原旨。荒唐！公子羽也配做执任？第一顺位继承人应该是我哥哥宫尚爵。宫门初代执任定下的2条家规，其一，宫门不可一日无主，执任一旦死亡，必须第一时间继位；其二，如若执任与继承人同时死亡，则必须立刻启动缺席继承。宫尚爵不再纠缠山谷，按照祖宗规矩，符合条件继承执任的，只有公子羽。那可是公子羽他够了！有任何争议，等上爵回来再说。我还会见到你吗？某个恍然的盛夏，晚风吹起的白发，是你沉默的沙哑。浪尖檐下，往事小声喧哗，旧月光把思念映下。好呀，来这首。手中有酒，饮将往事如沙。一杯诀别，一杯牵挂。你去。你会偶尔想我吗？雨后孤独的闲暇。哥哥，远山你跟爹爹也会离开我吗？不会的，哥哥会一直陪着你。有一双手在我肩膀放下，安抚所有软弱挣扎。大雪落下，伤口生根发芽。离去游子总要回家。人生聚散，仿佛没
前，回首时灯火阑珊，脚步深浅，心中万语千言，一句感恩，一句抱歉。如果还要继续做个无所事事的废人，你就没有必要待在公家。我也没有很想待在公家。思远，去哪儿？不要拦着他，让他走，让他走得越远越好，最好别回来。泪光是山顶雪线。这么早来看我，你想多了。找我什么事？既然我们的身份一样，我想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一些比较好。哎，不一样。我昨天跟你说了，我是妹，比你高一阶，在无风里位高半阶压死人，这话你应该听过吧？听过。我只是没想到，他们还会派了妹姐无风一起潜入宫门。万事皆有代价，有代价就有牺牲。如果不是郑小姐暴露的话，那么牺牲的人就是你了。她也是妹。她那么蠢，怎么可能是妹？所以之后，只有我们两个一起执行任务了，是吗？还有其他人吗？鸦雀成群，孤鹰在天。我们之间不存在我们，也不存在一起。清楚了。等等，你昨晚潜行外出，有打探到什么消息吗？昨晚我救了你，你至少应该告诉我，到底谁死了？你怎么知道有人死了？那么多白色天灯升空，仆人端着蜡烛、法事器皿往外走，我又不瞎，怎么可能看不出？执刃和少主两个人都死了。你杀了他们。大夫，这姑娘她中的什么毒啊？有些复杂，感觉像是同时中了好几种毒。大夫，这姑娘脸上的红疹也是因为中毒所致吗？对，而且是一种烈毒，发作很快。但江姑娘在昏迷时又胡言乱语的，感觉又好像是中了伤神攻心的寒毒。她有生命危险吗？这事不好说，脸上的红疮好说，几副清毒汤药下去就可以缓解。倒是让江姑娘胡言乱语的那种伤神寒毒，目前还没有头绪，不知道解法呀。可能回头需要问芷公子了。大夫，药煎好了，送过去吧。是。大夫，这药是啊，是给另外一位也领了金牌的云为山小姐的，她的脸上也出现了这种红疮。当然不是我杀的，刺杀执刃不是我的任务。那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彼此之间应该不能交流这些吧？话是如此，但我也是好心。如果改日你像昨日那样鲁莽行事，到最后还是我帮你收拾烂摊子。如果我能提前知道你的任务，或许我还能帮你打掩护。毕竟，你要是暴露了，那郑二小姐不就白死了？姐姐，我也是好心，你别多想。应该叫姐姐，是吧？你不是可惜郑小姐，你是怕我暴露了，自己也就藏不住了。宫门会意识到，既然有第二个，也就可能有第三个，对吧？你看，我和你之间还是有我们，所以最好也一起。我都说了，我们之间任务不一样。你给江姑娘喝的茶里下了毒，你想取代她，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一样的。江姑娘脸上的红疮，难道不应该是你指甲上的扣单吗？你都看见了，这还要看？这不是无风的基本训练吗？我本来可以毫无痕迹地让江姑娘成为别人眼里的失心疯，但是你却突然出现。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过不了多久，我又要帮你收拾烂摊子了。大夫，这两位姑娘所中之毒和执刃所中之毒有什么关联吗？没有关联。多谢大夫。江姑娘所中之毒，既然和执刃少主之子没有关系，那我们还去女科院喽？您现在已经是执刃，还未选亲，贸然前往，不太合适吧？人这不怕影子斜，况且我这比直的有什么好害怕的？你每次。我给江姑娘的茶里没有毒，那就是熏香。熏香也没有毒，但是喝完茶之后，再吸入香，就不一样了。起初只是神志不清，过不了几日就开始喃喃自语，仿佛一尘。作为无风的刺客，你那神情未免有点不合时宜吧？你这么心软，迟早有一天要栽在上面的。我不伤害无辜之人。姐姐，你真有意思。说回我那熏香和茶，单独来看都是无害无碍的，就算派人查，也无从查起。我本是好心提醒你这茶已被我动了手脚，不要喝，但是你却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现在好了，江姑娘脸上的红疹和你指甲上的扣单，可都是铁证。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就去把这指甲给洗干净。史公子也在医馆，所谓何事？执刃大人，史公子，按照规矩，
见到执任大人，应当行礼。你是谁？你也配合我说话？金芬，芷公子不愿行礼，自有他的道理。我虽不解，但也不强求，交给长老院处置便可。执任大人，芷公子不便客气。芷公子专精炼毒解毒，且负责剖检我父兄的遗体，可有结果了？执任和少主所中之毒是公家自己的毒药宋仙尘，此毒发作极快，若不及时解毒，必定身亡。芷公子的意思是，还是有法可解的喽？有，但很难。哦。从这味毒药研制成功以来，几乎没有解救成功的先例。宋仙尘是扩散性剧毒，会随血液遍布全身，留给解毒者的时间近乎苛刻。有多苛刻？心跳200次。那如此烈性的毒药，获取难吗？看来执任大人对宫门事务不怎么了解啊。宋仙尘在旧城山谷内外的各宫门据点都有贩售，只要出得起价。芷公子的意思是，宋仙尘之毒难解却易得。那芷公子，这毒难防吗？我不懂你什么意思。那我换个说法，每日服用百草萃的人，会中此剧毒吗？不会。那我父兄二人每日按时服用百草萃，却中了毒，那我是不是可以问责那些制作百草萃的人？宫门上至长老，下至夫人，多年来一直服用我芷宫调制的百草萃以及丹药膳食，从未出现过半点差池。刚才你问我为何也来医馆，我正是来检查医馆内百草萃有无问题。那检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那又绕回来了。我父兄二人到底怎么会中毒？百草萃虽由我负责调制，但送到各宫门府邸之后，都是由各宫下人伺候服用。不如执任大人好好查查你们雨宫的下人，也许会有惊喜。雨宫的人，我自然会查。你确实该查。而且，执任大人的位子还没坐热，就无凭无据空口栽赃我们芷宫，也是厉害。证据我会找到的，你等着。既然执任和少主同时遇害，那么宫门一定启动缺席继承了。缺席继承？你的寒鸦不会连这个消息都没告诉你吧？我只是吃戒，你不用高看我。你这以退为进，倒是有点噎着我了。缺席继承是宫门为了应对极端危机情况而立下的家法。简单来说，就是宫门不可一日无主，峡谷不可一日缺守。如果执任和少主同时遇害，那么宫门峡谷内拥有继承资格的第一顺位便会立刻无条件成为新的执任。所以，宫门现在的执任，应该就是宫二先生，宫上爵了。现在的执任是少主宫焕宇的弟弟，
公子羽。宫上爵昨晚连夜出了山谷，并不在宫门之内，所以按照顺位，由公子羽继承了执刃之位。果然，不愧是缺席继承，宫门一家子死脑筋，迂腐可笑。那既然公子羽成为了新的执刃，那他必定会重新选妻。看来，他是你新的目标了。失去了宫焕宇，可不能再失去公子羽啊！希望姐姐好运。你呢？不需要好运吗？江姑娘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你不需要为自己争取一块金色令牌。我要那东西干嘛？有了金牌，公子羽无论是选你还是选我们的任务都更容易完成吧？我又不用公子羽选我，而且，你以为我没有金牌，是我拿不到吗？今晚所有女客清水沐浴，明日早起，勿施粉黛，不可熏香，保持素玉之身，冰洁之气，静候通传。气带心香，体质偏寒，湿气郁结。你是故意不用金色令牌的，不然呢？你的目标不是执刃，我的目标可比执刃难对付多了。你很会揣测人心，比我想的还要厉害。姐姐客气了，毕竟我可是妹啊。不过你也比我想象中聪明很多。我本以为你刚到宫门，环境生疏，第一晚就莽撞的夜行刺探，非常不妥。现在想来，你其实早就算过了吧？当初公子羽带我们离开地牢的沿路，你其实就已经掌握了宫门夜晚巡逻的动线。大婚前晚，所有女客都会早睡，谁都不会打扰新娘，是夜行刺探最佳时机。若不是当晚执刃遇难，你的行踪根本不会暴露。哦，对了，当初你故意从新娘队伍里逃脱，也是为了引起公子羽的注意吧？毕竟公子羽第一次来地牢的时候，眼里可只有我呢。你假意逃脱，让他来追你，然后又故意拿了他的宝贝面具不还他，让他再次来找你。姐姐真厉害。我没有你想象的如此精于算计。上官姑娘不用太过高看我只不过不想在半月之期到来之时，两手空空去见寒鸦而已。
谁都不想，是谁都不敢。喝下这个，你就是真正的吃戒了。别嚼，直接咽下去。这里面是什么？虫卵，是复古之影的虫卵，也叫做半月之影。用它制成的毒药，名为死士。意思是誓死效忠无锋。这是魑魅魍魉的专属毒药，喝下它，复古之影会在你的体内寄生。平日里倒不会有什么影响，就是每隔15日必须要服一次解药。这次进宫门，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了。你是否得把死士的解药都给我一点？每隔半个月，会有无锋的人在旧城山谷的镇上和你们接应，有收获就有解药。后面的话你不用说了，我肯定能拿到解药，你放心。而且，从吃到魅，我受过的苦还少吗？这些蚊虫鼠蚁，我才不会放在心上。不管多痛苦的折磨，我都受得住。你受不了，相信我。你受不了，所以一定要在半月之营的期限到达之前拿到重要情报，或者做出让无锋满意的事情。云微山，你要去哪？把现在得到的情报和消息送出去。你要怎么传出去？我会试着放几盏河灯。等等，河灯？谁大白天的放河灯啊？金凡，你把河灯捞起来后去上游找人，如果找不到，就来下游找我。下游？为什么要去下游追？姑娘，姑娘，云为山姑娘，云为山姑娘。山，果然是你。不在房间好好待着，却往宫门大门方向走，所为何事？我想出去。第一次从大牢把你们带出来，你就独自离开，想要闯出去，
当时我还以为你只是因为害怕想要逃走，可如今刺客已经找到，风波平息，你还想要出去，到底是为何？我本就不想嫁入宫门，是母亲逼我的。不能放！执刃大人，何等里有字？永为善，何登里写这么多字，是想让何登漂流而下，把这些信息传到宫门之外吗？我会试着放几盏河灯。你当宫门人是傻的吗？传出去谁来接应？若是河灯被捞起，里面的信息必定暴露无遗。对，就是要暴露无遗。不是没喝我的茶吗？怎么和江姑娘一样，脑子也傻了呢？我的意思是，主动暴露。你训练过的。我明白了，在遇到暴露身份的危机之前，主动暴露一些并非致命的信息，皆隐藏真正的计划和身份。没错，宫家的人虽然都很聪明，但这是所有人的心理惯性盲区。就像郑小姐主动暴露身份一样，一旦宫门的形成，刺客已经被找到的潜意识，那真正的刺客，你和我，就安全了。郑小姐也许不是自己主动想暴露的，对于吴峰来说，他的死正好只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都只是他们想要的主动暴露而已。万一郑南一他就是那么伟大，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呢？山势很急，水流很快，放完赶紧回来。不，我要往下游走。我明白了，你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执刃，并非宫焕宇。而此时此刻，宫门的执刃已经换成公子羽了。公子羽平日里看起来游手好闲，但就我和他短暂的接触来看，他远比别人看起来的要聪明。他一定会顺着江姑娘中毒的线索查到女客院落，也一定会重点调查同样中毒的我。沿河而上，是来这里的必经之路。我要让他觉得他和我是偶遇。你是想让他觉得自己和你是命中注定吧？你这么聪明，怎么才是个痴啊？只不过我获取的所有资料，都是他哥哥宫焕宇的脾气和喜好。这些是我们收集到的宫焕宇的信息。就这些？就这些，尽力了。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没有写在上面，比如宫焕宇有一个弟弟叫公子羽。公子羽，有他的资料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不重要，你把精力都放在宫焕宇身上。宫焕宇是宫门的少主，也就是未来的执刃，在他身上才有你需要的东西。对于公子羽，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公子羽早年丧母，所以性格乖戾，
不学无术。长大之后，整日饮酒作乐，贪嗔大起。公子羽和他父亲的感情并不好，他似乎一直得不到他父亲的认可。他父亲几乎把所有的爱和期待，都给了武学和智慧更加出类拔萃的宫焕宇。爹爹，太冷了。这么娇气，不配做我顾鸿宇的儿子。你看你的哥哥，他是怎么练功的？所以公子羽就更加自暴自弃。不过，宫焕宇倒是挺疼爱他这个弟弟的。我知道何登里该写什么了。何登是你放的吗？是。云姑娘真是聪明啊，知道如果何登被人发现，一定会朝着上游去追，查找放何登的人，你就故意朝下游跑，绕个远路再回去。可你知不知道这一路上岗哨暗堡到底有多少？你随时可能……不是，我是真的想出去。雨公子，求求你，放我出去。而且宫门中一直有传言，说公子羽并非公家之子，他的母亲兰夫人在嫁入公家之前，已经有心上人，日夜思念，总是想着逃出宫门去，最终郁郁而终。父亲，女儿已经出嫁了，他们给的聘礼很多，我想母亲应该不用再辛苦的做那些手艺活，艰难养家了。父亲，我知道你一直遗憾，没能有一个儿子可以光宗耀祖。你总是对我说，一定要嫁个好人家，让镇上的人都看看云家的女儿是好福气的。但爹爹，我没有被执任大人选上，可能要让您失望。这真的是写给你父亲的？送给他吧。不管你，家父在外经商，经常坐船出海。有一次遇上了海难，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今天是家父的忌日，在我们老家有个说法，海上丧命的人，要是看到飘荡的小船，都会想要飞上船看看，是不是家人来接自己了。你父亲不会失望的。这世间怎么会有父亲对自己的女儿失望呢？把脸上的眼泪擦一擦。对不起啊，今天把你伤着了。没事，不要紧。怎么会没事呢？这的确是我的错。我武功这么高强，你别逞强了。我一会儿通知医馆，给你做一下正骨，然后再喝几天舒筋活络的汤药，你的肩膀应该就没事了。多谢雨公子，多谢知恩。还是叫我雨公子比较好。执刃这2个字，
我确实不习惯。不喜欢？我是说不习惯。不过，也确实是不喜欢。云姑娘，时间不早了，我得送你回去了。抱歉啊，我必须送你回去。可是，你现在是执刃，若是单独和我一起出现，怕是会给公子引来是非。你就这么不想跟我一起出现吗？哎，你别担心，我不怕是非。况且我也是要去别院的。公子为何要去别院？公子为何这样看着我？是不是我刚才说错话了？话倒是没说错，不过云姑娘，你这脸……我的脸怎么了？听说你昨夜也中了毒，满脸红疹，可是今日见你，这面容完好如初，已经恢复了。中毒？怎么会？你没有中毒。我昨夜只是满脸突发红疹，听闻上官姑娘家世代名医，就去问她拿了一些驱毒的药膏，兑水化开喝了一小碗，果然有用。睡了一夜就全消了。你发红疹之前都吃了什么？什么也没吃，就是去上官姑娘那小坐了一会儿，我们还一起喝了茶。昨夜江姑娘也是喝完茶之后就身体不适，去了医馆。大夫查证之后，才被证实中了毒。这茶是江姑娘的。云姑娘，这茶是江姑娘的吗？茶是上官姑娘的家乡茶，我和江姑娘觉得夜深了喝茶睡不着，可上官姑娘还是执意要泡给我们喝。把茶拿出来。我觉得，所有人都在了吗？除了云为山、上官浅2位姑娘，其余的姑娘都在。怎么了？封锁整栋别院，在执刃到来之前，不允许任何人出入。是。执刃要来。是。执刃来这里符合规矩吗？执刃说的话就是规矩。可是这也太……嬷嬷，可是对我的命令有意见？没有。可是我的小少爷，这也太……云为山姑娘，你怎么和执刃大人在一起？我有一个秘密任务，要交给云为山姑娘帮我完成。跟我来，搜查院落以及每一个房间。是。河灯放好了。好戏马上开场。禀告主人，这些茶叶是在上官浅小姐房间里搜出来的，那些粉末是从宋小姐房间里搜到的，装在这个药瓶里。这是
我要是你，我现在就把这指甲洗干净。站住！洗干净之前，把剩下的刮下来。你不是不想留下证据？找不到证据，宫门人就会一直追查，没完没了。是时候给这件事情做个了结了。怎么了结？给这个东西找个合理的主人。你给我，我知道该放在谁那儿。谁啊？梦思小姐。小姐，你这是患有喘鸣之机呀。若是有喘症，那绝对不适合长久的待在下屋内，会加重你的病情的。没有，只是昨夜染了风寒，有些咳嗽罢了。我先歇着，等晚点儿再去为小姐单独会诊。本末有毒。怎么会？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喘鸣之急的药，不是毒啊！进入宫门之人，都会彻底搜查全身，任何药物都不允许携带。你是把这个小瓶子藏在哪里带进来的？我放在。有点出息。姑娘说是药，不知可否当面服用？可以，当然可以。这颜色不对。怎么？不能喝吗？果然。什么意思？可惜了这样漂亮的脸蛋，心肠却如此恶毒。带下去，把他送出山谷，抢回宋家。是。不是我，你们弄错了，不是我。红色粉末查清了，该验验这些茶叶了。本来我想让上官姑娘亲自服用的，但她本人却不在。有趣。我来试吧。上官姑娘当晚和我们一起喝茶，她自己也喝了，我可以作证。所以，我相信这些茶叶没有问题，而且。确实是上官姑娘治好了我脸上的红疹，让我来吧。等等，既然云微山姑娘说的这么坦荡，那就不用喝了吧。知任大人，这不太好吧？你一碗水得端平吧？
只是一碗茶，又不是一碗水。虽然他不用喝了，但是我想审问一下上官姑娘，为何？云姑娘刚刚可能没有注意听，所有进入宫门之人都需要全身搜查，不可携带任何药物或者武器进入山谷。云姑娘刚刚说，昨夜她是吃了上官姑娘的药膏才缓解了红疹，所以我想问一下上官姑娘，她的药膏是从哪里来的？这天色也不早了，我就在这里等吧。上官姑娘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不然天黑了，可能就回不来了。上官姑娘，上官姑娘，执刃大人。上官姑娘，这是去了何处？前往医馆。哦，姑娘可有身体不适？前日替我诊脉的周大夫说我气带馨香，湿气淤结，所以只拿到了个白玉令牌。我前去找他是想求个方子，说不定就能拿到金色令牌，被执刃大人选中，成为新娘。上官姑娘，这宫门内地形错综复杂，你是如何找到医馆的？而且，父兄遇害之后，这宫门内高度戒严，你竟然可以一路畅通无阻，有来有回。确实复杂，把我都弄晕了。幸得我遇到一个前去医馆取药的姑娘，我跟在她身后才找对了地方，而且回来的路也好些折腾，天都黑了。小女子不知宫门内规矩，如有任何逾矩之处，还请执刃大人责罚。责罚倒是不必了，不知者无罪，以后多注意就行。不懂的规矩，可以问傅某某。这么轻松就过关了，多谢执刃。不过，我倒是有一事想问问上官姑娘。执刃，请问，知无不言。江姑娘和云姑娘昨夜脸上突发红疹，江姑娘更是重度昏迷。云姑娘跟我说，他们都喝了你从家乡带来的酱花茶，所以我想问问上官姑娘，执刃大人是不是想问，这酱花茶是如何带进宫门里的？茶是放在随行嫁妆里，是经过彻底的检查才送回我们房间的。执刃大人如果不放心，可以去问一问负责检查新娘嫁妆的人。而且这茶我也喝了。是的，这一点，云姑娘已经帮你作证了。多谢云姑娘。云姑娘也说要感谢你。云姑娘，此话怎讲？云姑娘要感谢你，是因为她服用了你家祖传的药膏，才迅速消退了红疹。但是，茶叶作为嫁妆，只要被证明无毒无害，当然可以带进宫门。但有两种东西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带入宫门的，那就是药物和武器。药膏作为严格控制的药物，上官姑娘
是如何带进来的呢？天生带进来的。那一会儿麻烦上官姑娘，把剩下的药膏交给侍卫，让他们带回医馆研究一下。如果真的是无害的良药，那倒也是无妨，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犯。但如若这药膏有异，我会再来找上官姑娘。就算是无害的良药，也是宫门的大忌，不可无妨。我说无妨就无妨。小卒卒，多谢执刃大人宽宏大量。有事？你今天当真去了医馆？对。真是去找大夫？那倒不是，体寒气郁本来就是编出来的。我和你一样，在无风的时候就吃了好几个月的药，身体早就调理好了。我去医馆是想找宫元直，没想到歪打正着，碰上了宫上爵。原来你的目标是宫上爵，你还挺聪明。宫家子弟中最难对付的就是宫二。宫门里每个人都难对付，是吗？我看公子羽看你的眼神都是直勾勾的，有把握了吧？有，应该有。你呢？我也有，特别是今天见到宫上爵之后，我觉得我更有把握了。宫上爵看到我这玉佩，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一定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好奇心就是最大的诱饵，他一定不会放我走的。这玉佩什么来头？对了，下次你再有什么行动，提前告诉我，否则像今天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照应你。照应我？告诉公子羽我身上有药膏，让他来查我，这叫照应。以我们两个的身份来说，你觉得，在宫门众人眼里，我们俩的关系是亲密无间更好，还是彼此敌对，让所有人觉得我们恨不得将对方杀之而后快更好？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这是在刀尖舔血。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不是吗？我的目标是公子羽，你的目标是宫上爵。要赢得他俩的信任，首先一点，就是得认同他们的敌人，和他们站在一边。宫上爵一直是呼声最高的执刃继承人，而且他对公子羽的身份血脉一直存疑，所以他和公子羽必成水火之势。如果公子羽真的选中了我，宫上爵也把你留了下来，公子羽必定不会放弃新娘这条线索，所以他一定会延长我。同样反过来，宫上爵一定不会放过你。所以我和你必须死咬对方。
斗得越狠，他俩才越信任我。那就斗吧，姐姐，手下留情。我们有吗？有什么？情。你刚才说要我手下留情，可是我们有吗？云为山，如果最后我们都同时被选中，那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既然执人和绝公子都已经选好了自己未来的新娘，那么云为山上官前2位姑娘，从今晚开始就作为随侍入住绝宫和雨宫吧。不必如此匆忙。此次选期被无风之人利用，以致杀手潜入宫门，导致执刃和少主身亡。虽说已经找出1名无风刺客，但难保不会有第2个。我也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才选了云为山姑娘。执刃大人，以此言是何意？当初我假意试探，带所有新娘离开地宫那晚，云为山姑娘就想逃离宫门。昨日我又遇着她，她想再次逃离宫门。这样一个费尽心思想要离开这里的人，绝不会是处心积虑想潜入宫门的无风细作。只是，不知上爵哥哥是如何挑选新娘的了？难道只是因为上官姑娘长得好看吗？你不说我都没留意。原来子羽弟弟一直在留意上官姑娘的容貌身姿啊。3位长老，无论我和子羽弟弟各自的理由是什么，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已安排画师稍后为2位姑娘画像，然后连夜派人前往云为山的老家离溪镇和大福城的上官家，向当地邻居、街坊亲友一一求证，验明正身。正好，离溪镇和大福城离得很近，一个来回便好。各位长老，以及子羽弟弟，我想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再小心谨慎，也都不为过吧。当然，当然。所以，这些日子里，就先委屈2位姑娘，暂时留在别院。我会安排更多的侍卫保护2位的安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们就是家人了。多谢宫二先生。大福城离这里可有些路程，看来我们还要在这别院住上10天半个月的。这新娘进山时没带任何生活用品，不知我们可否出宫门去镇上采买些日杂所？2位姑娘若需要任何物件的话，尽管吩咐下人采买即可。1个时辰之内，保证准备妥当，无需自己奔波劳累。况且，我已经备好了最快的人马，带着最快的信鸽。3日之内，必有消息。
虽说已经找出1名无锋刺客，但难保不会有第2名。3日之内必有消息。紫上大小姐和原旨弟弟都到了，我想请3位长老多留一会儿，我有要事要和大家商议。3位长老年事已高，先让他们回去休息吧。你有什么要事，可以直接跟我说。我虽然年纪尚轻，资历尚浅，但我已经是执刃，还请爵公子注意分寸。我要商议的，正好就是此事。想必你也留意到了，从你进来到现在，我没有开口叫过你一声执刃，对吧？想要让我对你喊出这声执刃，子羽弟弟，不容易，也不难。今日长老都在，我想说的事情是，我宫上爵不认可，且反对公子羽成为宫门新的执刃。反对执刃总要有理由吧？公子羽完全符合缺席继任的条件，难不成你是要违反宫氏家族留下来的祖训家规？宫氏祖训，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但是公子羽，他当真符合吗？祖训家规我抄了30多次，我记得很清楚。抄了那么多遍，那你倒是背一下呀。缺席继承者需行过弱冠成年之礼，这一点宫原指弟弟你不符合。第2，继承者须为男性，这一点我不符合。第3，继承执刃者须是身在宫门的宫门后人，这一点事发当时远在山谷之外无法联系的宫上爵爵公子你不符合。你自己也数过了，要符合4个条件。你有没有在听啊？弱冠之礼，男性，身在宫门，一共就3点。第3个条件的重点，不是身处宫门内外，而是宫门后人。你想说什么？直接说。我哥的意思是说，如果公子羽不是这宫门后人，那这继承资格可就荒唐了。宫原指，不要胡说！你是什么东西？你也配在这里说话？我想在场很多人都知道，公子羽怀胎不足10月，提前早产。兰夫人在嫁入宫门之前，就一直传闻有一个难分难舍的心上人，所以这公子羽到底是真早产还是足月而生，可真不好说啊。原指，执刃，大典之前不忍等候，上去管管你弟弟。上爵，你疯了！哥们儿，荒唐！你们平时无法无天，蔑视家规也就算了，今日3位长老都在，你们还敢突然动手？公原指还没成年，莽撞无知，不和他计较。但是你，公子羽却对自己血脉家人动手，你无论是身份、能力、德行，一样都不占。你凭什么说自己对得起这个位子？杀害我父兄的人，我一定要杀了他！执刃，如果没有证据，不可说此重话。无凭无据，血口栽赃，你不配当执刃。证据我当然有。还有你宫上权，你也脱不了干系。我怎么了？当晚我父亲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你们聊了些什么？你为何着急要走，甚至要连夜离开？你们到底去了哪儿？做了什么？有谁看见？说得清楚吗？当然说得清楚，自然也有人知道。
但这是机密，由执刃亲自下达的命令，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我就是执刃，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向我汇报。你们要是不汇报，你跟宫元直就是密谋杀害我父亲的嫌犯。我若真有谋害篡权之心，我当晚必定留守宫门。我若在这宫门里，执刃的位子怎么可能轮得到你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担不起这执刃之位，就不要信口编排他人谋逆。我让你们都看看，我到底担不担得起执刃之位。有劳二位姑娘，画好了。辛苦大人。有劳大人，把我画这么美。几个时辰前，这还热热闹闹的，但一转眼，只剩下我们俩了。对了，江姑娘已经痊愈，被送出宫门了。我以为你会关心，坐了这么久，腰都快断了。我先睡了，姐姐也早点休息。可是我还想和妹妹聊会儿天呢。这么大的院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真叫人害怕。那就再好不过了。你想干什么？这么紧张？以我已成水火之势。你属于公子羽，我属于宫上角，这么多人看着，你我聊什么天？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3日之后，当宫上角带回关于我们身份的信息时，我们怎么办？看着他们打脸啊，这有什么好怕的？难道你不是云为山？我当然不是云为山。我和寒鸦寺在离西镇袭击了云家小姐，冒充的她。那你麻烦了。那你呢？难道你真的是上官浅？大福城的上官浅？对啊，我就是上官浅。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咬死你的身份。你就是云为山，来自离西镇的云为山。那你怎么会是吴峰的妹？作为吴峰来说，你对陌生人的信任，未免多得有点愚蠢。
陌生人？谁？我从小就被家里送去巫风训练，但是逢年过节或者庙会灯饰，我都会回来，在众人面前露脸。顺便趁着这几天安排几次和城里大户人家的相亲。平日里家里也会安排一个体弱的丫鬟假扮成我，隔着帘子让不同的大夫上门号脉问诊。各种药方子也是不断的送进家来，在大堆大堆的药渣丢出家去。因此，我可以凭借着体弱身寒不宜出门的借口，长期在无风训练。所以，即使宫上觉拿着我的画像，满城的打听，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就是上官浅，一个体弱多病、不爱出门的上官浅。那你留下，我必须走，我不能冒险。你想干什么？你疯了？我是你，我就赌。赌什么？赌无风是押宝在你身上，还是押在那个已经暴露身亡的郑二小姐身上？什么意思？就凭郑二小姐那身手和那愚蠢到极致的脑子，她和你一样，最多就是个痴。你真行，一句话骂2个人。我的任务是接近宫上觉，而郑二小姐的任务也只是你来完成。如果无风不想断了这根线的话，我想他们应该会想办法在离溪镇错失你的身份。对无风来说，只有他们不想做的事，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事。记住我说的话，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身份。你叫云微山，来自离溪镇。明日一早，宫上觉的信鸽就会带着情报飞回宫门之内了。我知道。你准备好了吗？等结果，没什么好准备的。如果结果和你预想的不一样呢？如果赌输了怎么办？那也没办法。有。挟持一个人质，全身而退。宫门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就连我们平日里看起来最没心没肺的公子上大小姐，我们都不一定会是他的对手。那就挟持一个最有把握、一定会成功的人。谁？我啊。你为什么会觉得宫门会愿意为了你而放过无风的刺客？你觉得宫上觉选你是真的爱你？他不爱我，宫上觉只爱他自己。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我吗？
腰间的玉佩，本就是属于他的东西，他一定会很好奇，这玉佩为什么会在我这儿。所以在弄清楚答案之前，他一定不会就这么轻易让我死的。你这是在赌，你不也是吗？我们都在赌。万一赌输了呢？不管宫上爵在不在乎我的生死，但我相信你一定不会真的伤我。杀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以你的本事，杀不了我，顶多伤我。如果伤我，那就更好。伤了我，立刻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如果能活下来，算你有本事；如果死了，那就更好，更能证明我和吴峰之间毫无瓜葛。你都算计好了是吗？两只狼装扮成狗，混进羊群里。如果其中一只狼暴露的话，那么另外一只狼就该立刻撕咬它，剩下那只狼就会永远变成狗，混进羊群里，一天吃一只羊。没有人会怀疑那只假冒的狗，因为它曾经咬死过狼。你真的很厉害。如果你身份暴露的话，那么临死之前，保护一下妹妹，好吗？而且，这只是最坏的假设。如果吴峰早就安排好你的身份，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真冷血。我本来以为你会有感情。宫门是干嘛的？来交朋友的吗？每天姐姐妹妹的叫来叫去，还真当是姐妹？清醒点吧你！你们媚姐的人都是这么残忍。那你是没见过黄和亮。云微山姑娘、上官浅姑娘，请前往职人殿。夜已经深了，这么着急传唤我们，是要做什么？听说是2位姑娘的身份信息已经提前被信鸽送回山谷里了。经核查，大富城上官浅小姐的身份属实，没有任何异常。经核查，离西镇云微山姑娘身份不符。宫二先生，请问我的身份有何不符？我有几个问题，想先问问云姑娘。你问。姑娘离家当日，家中可有遇到歹人？家中的确有个盗贼行窃，丢了些金银首饰，但万幸家中无人伤亡。因何从未禀报？出嫁当日就遇歹人恶事，我觉得有些触眉头，怕
他被宫门嫌弃，而且家人并未受伤，我觉得是小事，就擅自饮了。还请执人治罪。人之常情，我能理解。就查到这些，这点小事，就可以说他身份不符。宫门的侍卫去了云为山的家乡离溪镇，知道这是云为山小姐吗？带着画师的画像，向云家的下人打听，然而却没人认出你的画像。子羽弟弟，这可不算小事了吧？云姑娘，你真的骗了我们吗？都说。记住我说的话，无论如何，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我自小在离溪镇云家长大，画师的画像我都看了，样貌画工都很精细。街坊邻居、家中下人看了那画像，不可能认不出那是我。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何会那样说，除非你们拿去询问的是另外一张画像。宫二先生要是认定我的身份作假，大可以直接杀我、拘我无话可说。但我就是离溪镇云家长女云为善。你紧张什么？云姑娘身份，这不是云为山姑娘吗？多么年纪大了，眼神越发不好使了吗？画得真好看。哎呀，真的是山丫头！哎呀，真是。云姑娘身份，查探无误。刚才只是一番压力试探，还请谅解。毕竟你是子羽弟弟选中的新娘，自然是要更加谨慎。哦，对了，云姑娘，你离家后，令堂十分惦念。我的手下已经转达说，你在宫门一切都好。云夫人要给你带句话。他说：“你能平安进入宫门，还被子羽选中，无大命大。云姑娘在羽公子身边，要尽心服侍才是。”此事已有结论，云为山的身份没有问题，两位姑娘的身份都没有问题，新娘的事。到此为止。他们是没有问题，但你就不一定了。金凡，去把贾管事叫来。是。贾管事，把你之前跟我所说的话，跟他们也说一遍。是。命老奴
把制作百草萃所需的神灵花换作灵香草的人，是公元之少爷。混账东西！放什么狗屁！住手！成何体统！是谁指使你栽赃？说！元直，贾管事，说清楚。少爷下命令的时候，老奴只是以为少爷有研究出了更精良的药方，有所替换。老奴不知道老真人和少主会因此丧命，否则就算老奴1万个胆子，老奴也是万万不敢的。长老没明鉴。哥，我没做过，都是公子羽买通了这个狗奴才诬陷我。元直弟弟和贾管事各执一词，不可偏听偏信。事关重大，不如先把贾管事押入地牢严刑审问，看是否有人栽赃陷害。人证物证俱在，还有什么好审的？再说了，你自己说不可偏听偏信，那要审也是2个人一起审。可以，元直弟弟交给你，你尽情审。职工有的是让人生不如死的毒药，屈打成招，黑白颠倒也不是不可能。我们用什么行什么药，你们就同样用什么行什么药。没有的话，我让职工给你送过去。